台积电投资美国这1000亿美元，到底是被逼的，还是聪明的一着呢？我觉得在这个关税战的这个状态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件事情。那就在今天早上也是在美国的时间是3月3号，那我们台湾是3月4号。是台积电呢宣布了要增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于美国的先进半导体制造，还有封装等等。好，那也有研究中心。那不过在这之前台积电本来就已经在进行650亿元的投资了，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当然建厂是比差不多同时间开始的日本熊本厂慢很多。那这个原因我们待会也可以再讨论一下。当然经历过了许多波折之后，现在已经开始投产了嘛。位于亚利桑那凤凰城的这个投资专案呢，就要在这个650亿美元的基础之上再扩大，再加1000亿哦。是我再大你1000亿哦。不是我650补到1000亿，那样只是补350没有，是再大1000亿哦。这个川普在白宫记者会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增加。好，那我们现在引用的资料也是台积电在新闻稿同步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台积电的新闻稿。所以预计呢，在美国的总投资金额呢将达到1650亿美元。那这项扩大投资呢，包括刚才讲3座新的晶圆厂，然后呢2座先进封装设施，还有一个研发中心，其实因为现在台积电自己在封装这边其实搞很大，也不是只有日月光而已，所以应该是说他们在搞先进封装啦。对，所以因为现在就是如果你要做更先进的晶片，你的封装就得一体化。所以其实封装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讲什么 CoWoS 啊，可能后续还有什么散出式啊，什么等等，都是这些事情。然后有意思的是，这项专案台积电自己讲，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这有个专有名词叫 Singl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哇，这是美国史上最大吗？最大的投资案，外国投资案啊，当然不是，如果本国投资自己那不算，外国直接投资案史上最大，1000亿，而且这个记录竟然是台湾的台积电定下。所以这是很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情。好，那台积电表示呢，透过这次的扩大投资，台积公司预期为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的前瞻应用呢，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半导体价值。那这项这个投资呢，也预计在未来4年创造4万个营建工作机会。那这是很明显的，就是盖厂嘛，营建盖厂。这个营建非比营建，我刚刚讲营建工作机会，不是很营建，就是营造，就是那个营建，营造业，营造业。好，但这营建有点像是副产品，因为你厂盖了就盖了。对，那当然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毕竟其实你几乎会在那边造一整个镇。是，好，其实它跟当年什么原子弹计划其实差不多的，就那边在一个沙漠里面就盖一个镇出来。对，那其实包括熊本啊，包括现在在欧洲的规模小一点啊，在德国厂规模比较小，但是在熊本基本上也是一个村情况。对，那在台湾各地本来就一直在复制这件事情，这就为什么各地的房价会涨嘛，对不对？然后营建工人都被找去盖他们厂了，所以现在要维修啊，包括我们这个摄影棚自己要改建，对不对？对，这个时间都不好排。对，这个他们师傅都排满了。对，好。那另外呢，预计未来10年，这个投资还将推动亚利桑那州还有美国各地超过200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产出。这个间接经济产出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它没有详细写，但可能包括各种这些人要活着需要的一些东西，生活所需的各种消费。你可以想象，就是在那边会有一个金山街啊，就是台积电就是在竹科旁边的金山街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盖了很多复刻台湾的科技园区，这样是。对，那可能什么八方云集啊什么的对，都要跟着过去这样子。那这个投资呢，也凸显了台积电致力于支持客户，包括苹果，然后辉达、超微就 AMD， 还有Broadcom、博通还有高通等等美国领先的 AI 还有科技创新公司，因为基本上台积电就是要服务这些最大的客户。那刚才讲的这几个就是几个最大的，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我们都知道 Meta，还有 Alphabet 就 Google， 然后还有 Amazon，
那他们没有被列上去，因为他们的量还不够大，可是他们也都是台积电客户。对，因为大家知道，他们现在自己也要搞自己的晶片，然后都要投资资料中心，这个我们待会再讲。那魏哲家也就是台积的董事长跟总裁呢，他就表示说，当然就是先回顾一下2020年由于川普总统的愿景跟支持，我们开始在美国设立先进晶片制造的旅程。那这项愿景呢，已经成真了。好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好，然后呢，中间就跳过拜登，因为不能讲，就是那个不能说的名字这样子。然后那我们拟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半导体制造，让我们的投资总额达到1650亿美元。反正就刚才再讲一次。那目前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占地有1100英亩，有3000多名的员工，已经在去年底开始量产了。那根据外部流传出来的消息，并不是台积自己说的，就是他们的良率是很高的，不输给台南厂。然后所以其实这次能够把美国设厂，这个中间问题很多，反正各种问题都解决的，这个台积的工程呢，其实应该未来也预期会持续升官，对，就非常非常厉害。不是之前还在那边说，就是他们都没办法加班，还是干嘛之类的，对，就那些新闻。对，然后有很多的消息，比如说，就批评台积在美国亚利桑那是什么血汗工厂啊，对。当然，不然呢？你们不做的事情，你们不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做？就是因为他血汗啊。对啊，那现在回去，那当然就换你们血汗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包括薪水没有其他什么科技公司高，当然，不然你们怎么会有便宜的电子产品可以用？不然呢，对不对？好。当然了，就是说，那当然他们可能会跟这个 Intel 比，就是 Intel 的包括福利啊，然后员工的自由度啊，然后加班的问题也都比较少啊。当然呢，这就是为什么 Intel 现在是这样。为什么 Intel 现在？所以就是何必呢？就大家就讲这些有什么意义？Intel 的问题还有它是一条龙啊，它不是代工模式，它自己有厂又要设计。对。那这目前其实美国除了在亚利桑那凤凰城要持续的扩建之外，其实他们在华盛顿州的卡莫斯这边也有一座晶圆厂，算是比较成熟制成的。然后在德州的奥斯汀，还有在加州的圣荷西也都有设计服务中心，因为是就近服务当地的客户，因为当地都有美国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大厂大客户他们就因为其实就必须要在很近的距离才有办法像台湾的竹科啊南科一样，就是加速这样的沟通这样。好，那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我想各方的意见都有啦。我们今天其实聊聊我们自己的意见。好，那当然我们并不是什么台积电的内部人士啊，我们也不会认为说我们讲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引用的资料我们提供给大家，那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想法是这样。那其实首先我觉得要先看一个背景，我看到台积电投资1000亿美元，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的这个消息，我当下的反应是，这个也太保守了吧？1000亿对啦，他如果要建厂的话，这个1000亿跟特斯拉那个时候要建好像差很大。倒不是，我的想法是，因为台积电是专业代工厂，他之所以要投资这些事情，投资这些建厂、先进封装、研发中心，是为了要服务他的客户。他在他新闻稿里面有讲，所以这些钱也都是他客户出的。那我们就来看他客户接下来，或者说在这之前就已经宣布要花多少钱。首先看苹果呢，在2月24号，也就是前几天，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预计在未来4年。大家都说未来4年，其实都有点取悦川普的感觉啊，是，反正就未来4年嘛那宣布要在美国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苹果放在台面上是5000亿美元。好，那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会委托台积电嘛，但是他这边强调说，他将支持一系列专注于人工智慧、矽晶片工程以及全国各地学生跟工人技能发展的计划。Tim Cook 表示，他的投资还包括在德州会建立这个先进制造设施，用来生产跟支持苹果智慧系统的伺服器，然后还将
美国先进制造基金翻倍，在密西根州要建立一个培训下一代制造商的学院。好，然后也会扩大在美国的各项的研发投资，预计在未来4年增加2万个工作岗位。好，然后在刚才讲的这些地方会建立这些不管是学校也好，或是这个制造设施也好。好，那其实好，首先是这个，我想学校的部分大概花的钱还好，不会很多，毕竟是人力的栽培，那当然是很重要。可是刚才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矽晶片，然后还有智慧制造。好，再来我们再看微软呢，大概也是在今年年初吧，公布了2025年的全球人工智慧投资计划，总投资额呢是800亿美元。我要先讲刚才苹果的5000亿美元是4年的，微软这800亿美元是今年1年，今年就要800亿美元，然后其中超过一半是要在美国。好，并不是800亿美元都在美国，但是他说超过一半要在美国，然后这超过一半绝大多数也都是基础设施。那所谓这些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应该就是晶圆厂吧。对啊，要不然还有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当然它不会直接做晶圆厂了，是这些都是台积电的客户嘛。对啊，最主要就是要投资资料中心嘛，买一大堆的伺服器嘛，然后要可能做自己的这个 IC 客制化的 IC，对不对？好，那客制化 IC 要找谁做呢？那就台积电，台积电对，不然你要找谁做呢？其实苹果这个路径，我觉得现在那个 Intel 那么惨，就是因为苹果跟台积电这个组合拳打得太凶了，把他们的那些高端晶片都打到不成人形。对啊，那中间其实苹果它每一家都有布局，对，好，它Intel 它也长期使用 Intel 的晶片嘛，在电脑的方面。对啊，它到某一年突然就不用 Intel 的东西了。对，那行动的晶片其实它开始采用 ARM 的规格之后，一开始也是请三星代工啊。对。然后中间部分委托给台积电，然后一半一半，他还做 AP test。对。然后后来三星过热嘛。然后后来就才全部又回到就变台积电了，所以其实中间都有这样子的过程。好，那所以好，微软今年就800亿，然后其中400亿原本预估是在特别提这个点，就是因为原本是微软搭 Intel 这个组合超强啊，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不行了。对，因为微软已经它现在主要营收是从云端来的，对对，从 Azure 那边来。那这也是为什么它跟 OpenAI要绑得那么紧嘛，对不对？对。那再来我们再讲下一家 Alphabet， 也就是字母公司，谷歌的母公司，它宣布呢，也就是2025年，它要投资750亿美元。好，刚才再回顾一下，苹果4年5000亿，微软4000亿，微软是苹果是4年5000亿哦，5000亿吗？4年5000亿哦，真的5000亿。好，讲完不要忘记了哈。然后呢，微软是一年2025年800亿，其中400亿预计是在美国，然后再来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预计750亿美元。好，那要做什么呢？也是要扩大公司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也是资料中心。好，我们刚才讲这几乎都是智慧制造、数据中心、晶圆，对不对？好，都是这些东西。好，再来亚马逊，一样，亚马逊2025年他说。他要在基础设施跟技术方面投资超过1000亿，也是今年而已，也是今年就1000亿哦。好，那投资在哪些呢？一样就是它的 AWS 嘛，它的人工智慧跟云基础设施。然后大家知道，包括微软，包括刚才讲的 Google， 包括 Amazon， 都是自己在搞晶片的。好，那他们都已经疯狂的买辉达了嘛？对。好，但是又不想被辉达掐住。所以自己也在搞自己的第二线，或者说可能会尝试AMD 啊，或者其他的。对 ，AMD 也是一个可能的。对，好，再来。好 ，Amazon 讲完哦，1000亿哦。现在已经多少钱？再来更大的，之前大家应该都有印象，1月21号的时候 ，Stargate 计划就是 OpenAI、日本软银还有这个甲骨文，Oracle。他们成立的合资企业 Stargate 要在全美开发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那什么叫人工智慧基础设施呢？还是资料库、数据中心。好，
当然可能包括能源的一些投资是好，这也是我想也是涵盖在里面。好，他们喊出来的价格是多少？也是4年5000亿美元，也是4年5000亿美元，然后预计要创造数十万个美国就业机会。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喊的了哈。对，然后软银又额外再说我要再投1000亿。这个1000亿我不知道有没有被包在后来的5000亿，因为这个是2024年的时候他先提个1000亿，对，然后软银那时候提1000亿的时候，川普跟他说更多一点，然后软银才又回来。后来他在记者会上还强调说，last time 好，就是说上次我跟川普总统讲，我们投资1000亿，然后你希望我多投资一点，这次你看我带5000亿来，所以其实可能我猜是包含在里面，对，所以说软银之前的那1000亿应该是包含在这个 Stargate 的5000亿里面。了解，好，当然有人会说，你真的有这个钱吗？好，包括马斯克也都直接质疑这个 Stargate 计划，但是你可以质疑 OpenAI 啦，但我觉得 Oracle 是真有钱，好，然后软银也是实力不俗啊，对，很敢投的人。好，那再来，刚才还有谁没讲到 ？Meta， 好 ，Meta 当然在这几家当中，他们的走法比较软啊，对，好，然后但是光是2025年也是说他们要投650亿美元，那要投在人工智慧相关项目，要投什么呢？数据中心还是数据中心，要建设一个大到足以覆盖曼哈顿的那么大的数据中心，那个岛的啊，这就已经在盖了，已经在盖。好，那其实最近包括 OpenAI 啊，就是奥特曼啊，还有马斯克啊，然后还有这个佐克伯啊，好，他们都很喜欢晒一些照片，就晒空拍那个数据中心的照片，资料中心正在盖的照片，实在是好，那主要的目前知道的投资地点应该是路易斯安那州，所以其实各自有各自的选择，好，包括可能能源、水，然后人力，好，然后可能州政府的一些减免等等，好，那都会有投资优惠嘛，就跟台湾会竹科啊、中科啊、科啊、高科啊之类的，好，所以光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还没有讲到谁。NVIDIA 我没有讲 NVIDIA， 光是刚才列的这些，他们宣布在美国的投资承诺就超过1兆5000亿美元。这个你看，这全部都要投资料中心、晶片，好，数据中心、人工智慧，那你要花钱给谁？台积电。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说，那我接下来4年要投1000亿美元在美国，我都觉得你也太保守了吧。OK， 懂了。你了解我的保守的意义了吧？我了解你保守的意义了。对，因为刚才这些科技公司，我还没有 NVIDIA 还没有算进去哦。是，好，高通啊、博通，那我但还没有算哦。就是说，在这些台积电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里面，已经宣布要投，而且是投在跟台积电高度相关的产业里面的钱就已经那么多了。那你说台积电才投1000亿，当然1000亿对任何人来说或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刚才我们听了更多无法想象的数字嘛，对，所以说就反而觉得台积电保守了。你会觉得说是因为我们的产量良率很高，所以我们不需要盖那么多厂，也可以消化掉这些订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前阵子在讨论的是台积电会不会被美国逼着去接手Intel， 因为 Intel 的状况不好嘛。对啊，那大家知道 Intel 是一条龙，也就是说它的设计跟制造是长期以来是合一的。对，那现在当然切出来，但是切出来之后，其实它还没有办法证实它的晶片的品质，所以没有办法从台积电或三星那边抢到客户。好，所以它在这个专业代工上面能够，就是说以它的 foundry 来说，它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收入。是，那台积电，那 Intel 自己的晶片如果又卖不出去，那 Intel 作为 Intel 代工，作为Intel 晶片设计作为 Intel 晶片代工的唯一客户，那也是蛮尴尬的。对，就是说就是上游也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美国那边还有台湾这边，大家都在讨论说，台积电是不是会被迫要去收购 Intel？可是其实中间其实各方的评论家还有媒体都有提出很多方案，是，例如说，因为对台积电来说，他不想收嘛，他一定不想收，他不想收嘛，对，那而且其实
就是说，老实说收的话，可能不止这1000亿哦。你得花的钱可能不止这1000亿。对。然后你要承担的这些义务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很麻烦。好，那所以中间也有讨论说啊，如果台积电因为不把这个 Intel 的角色承接下来，可能会被课很高的关税。然后可是大家又讨论说，可是关税对台积电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是现在唯一可以提供这个解决方案的厂，对不对？那你克它，可是它不是生产最终产品啊，它生产的是晶片。对啊，最终你到美国被克的是什么？是那个，比如说伺服器啊，比如说是 NVIDIA 伺服器或者什么的，那你克的是那个东西，那 NVIDIA 就加价，再加给谁？加给苹果啊，对啊，那苹果就要买单，苹果再加给谁？加给我们啊，加给所有消费者嘛，不然这台电脑对不对？好，它是在加价嘛，然后最后其实就台积电没有影响，因为它只要把这个转嫁出去就好。对，所以关税对台积电没有什么要挟作用。对，关税对台积电没有什么要挟，就是你加到100就要200都没有要挟作用。那真正的要挟作用，其实就是如台积电所说，美国的客户台积电在美国设厂。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关键，我们待会再来讨论。那所以其实首先我会觉得我自己看到这消息，我反而跟很多人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说，这台积电这1000亿投资有点保守。因为我们从刚才这些数据来看，宣称要投资的数据，一个算下来就觉得，台积电1000亿够吗？那再来，其实这次的投资呢，与其说是被逼，不如说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因为台积电的确是在一个你要接手 Intel 吗？还是说你要加价，然后让你的客户承担你那个成本关税嘛，关税加上去，那你的客户那你不想承担，你客户就要承担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那台积电是一家以客户至上，很努力在服务客户的一家，毕竟是代工，很特殊的服务型对晶片公司，所以其实他反而选择了直接到美国来投资这件事情。好，现在的情况是，第一个他没有被迫收购 Intel。或者是承接下它的代工业务，然后呢，也没有遭遇100%的关税，因为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讨论，就是说，那川普可能会对半导体加25%、35%、45%，就关税一直往上去。可是现在感觉就是因为这1000亿投资下去，好像没有这件事情所以突然这2个问题就被解决了。好，这有点怪吧？很有意思啊，对不对？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好像投资下去，这1000亿投资下去，美国特别是川普啦，好像也没有要追究台积电是垄断型公司这个问题了，因为本来除了要台积电接下 Intel 这个选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去用反垄断法调查台积电。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台积电一直强调说，其实他们在从晶片制造到最后的整个封装，其实他们占的市占率没有那么大了，我们还没有垄断。他们现在在换不同的算法，是强调说自己不是垄断企业，但其实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其实就是看你算法的。就像 Google 常常会说，我们在搜寻，我们并不是垄断型企业。我想只要用，如果你是用这个，他把市场算的方式不一样，应该是说算的那个数值不一样，其实就可以了。你如果是用分母不一样，晶片，你用晶片当做这整个计算的单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台积电的晶片并没有很多，因为很多是电子车用的那种晶片，有很多是先进晶片，还有很多是很多不是先进晶片，很多是成熟晶片，然后很多不是逻辑晶片，对，还有记忆体。好，记忆体如果算进来就不是台积电，都不是台积电，所以你这样一算，你就会发现，其实台积电做的晶片没有到很多。对，但如果你用整个产值来看，就发现我台积电真的是很恐怖的，可能超过5成、6成都有可能。对，所以其实就是看你这个分母，就是好。但比如说以前去唱卡拉 OK， 大家就会找一些不唱歌的人进来分母这样子哈。台积电就用这一招，要扩大自己的分母，这样看起来占就比较少。对。好像刚才我们说Google 啊，或者说这个 Amazon， 他们说包括苹果，他们都会强调说，没有啊，你看我们其实在竞争的是这一块饼，不是这一块饼哦，不是这一块饼，是这一块饼。如果是这一块饼的话，我们只有占这边。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3个好处，
第一个没有被迫收购 Intel， 第二个没有遭遇关税，第三个没有好像不用担心被反垄断调查，就这1000亿直接解决。这3个东西都可能造成超过1000亿以上的损失。等一下，我听起来就是我们怎么好像交了1000亿保护费给美国？其实我们也没有去那边建什么厂，还是会建厂，还是要建厂。但是感觉这个选择反而是很合理的，而且甚至是很聪明的一招。是。然后我不知道台积电是怎么跟川普在那边谈定的。后来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或发布会，就觉得说，这个也太划算了吧？是。好，我这1000亿投资，我是投资啊，我不是缴罚款，对不对？我直接解决了好刚才讲的这几个问题。好，那所以相对来说，我还觉得说这个投资有点保守。我觉得这个保守的原因可能是也不想太大。比如说更大，就是说我投资2000亿，投资3000亿也不是不行啊，因为你的客户其实就那么多，其实就1兆多了，对吧？那当然，我相信这些都有很实际的去精算啊，不是我随便喊。但是我觉得说，其实还是相对蛮保守的哈。那这当然大家也知道，台积电要过去设厂，这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一起过去，好，所以也会有我们不要说都好像是这个得利，不太可能，好，它肯定有很多台湾的企业，他们没有办法跟着台积电过去，然后就会造成他们本来可以接到的，在台湾可以接到一些订单，可能就接不到。但是反过来说，也是会有很多企业，他们可以成功的跟着台积电过去，然后接到更多的订单。这就是正反两面，看你要怎么看。好，所以不管什么选择，最终都会有一些人获利，有一些人可能受害。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抉择。那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包括台湾的电子五哥，好，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称呼。然后或者是整个 AI 伺服器的产业，现在也都开始向美国布局。因为刚才讲的这些美国客户的最终他们要的也不是那个不只是那个晶片本身啦，还就是你晶片得装在那个那装在那个伺服器里面嘛，好，然后提供的整套服务嘛，对不对？然后包括什么液冷啊，什么气冷啊，什么各种冷却的方式，然后这些其实都包含在里面，包括甚至从那个做机壳，对不对？对，好，整个其实都是很大的生意。好，那另外一个是，其实美国本来就在半导体的前瞻技术上面还是全球领先的，不管是先进材料，或是矽光子，或是可能未来的量子运算，那这些其实如果你还是得要就近去那边去得到新的技术，对，然后因为毕竟以台积电来说，它是一个代工的角色嘛，它必须要接近它的客户。那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怎么讲？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很多人开始在喊说台积电终于变成美积电了。台积电不是一直都说最先进的制程绝对在台湾吗？然后台积电不是一直都说我们绝对不会变成美积电吗？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在下面嚷嚷，但是我觉得这些嚷嚷忽略几个现实。好，首先我觉得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绝对可以认同台积电的这个投资，除了在商业上有从公司角度出发他们的思考逻辑，包括我要就近服务客户，包括我要这个避免刚才讲的反垄断调查承接 Intel 的烂摊子又或者是说被课关税备课关税当然其实对台积电没什么影响，但是它也是能免则免嘛所以说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觉得它还是有台湾政府的战略在里面。你说这是台湾政府的战略嘛？我自己的话倒会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一直把先进制程搞成好像是一个技术，但其实怎么讲，就是刚刚国伟讲，技术的源头其实最先进的还是在美国，但是你的要从实验室里面到能够被量产这件事情，其实是另外一个工程。台积电的握有的是这个量产的技术，对，我同意，但其实更先进的知识不只是在美国啊，对我们可以说可能 IC 设计或者说有包括材料啊，包括一部分现在还在美国，但是欧洲对不对？从比利时 iMac 啊，或者说埃斯摩尔啊、荷兰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关键角色日本的
日本的这半导体材料啊，然后等等这是我们就不用多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有做一集泛科学，做一小时略懂半导体那我为什么会说，我觉得这跟台湾政府的战略也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说，台积电变成美积电了，那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整个被搬走了吗？好，那我们台湾的矽盾不就瓦解了吗？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不太一样。我这看法是，其实台湾的战略本来就是要当时间的朋友，也就是说，台湾的战略应该是延长时间，让中国自行崩溃所以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去硬碰硬，而是透过外交、经济或是科技等手段，让中国的进攻成本不断升高。那他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要来侵略台湾。那久而久之，中国内部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包括经济放缓啊、人口问题啊、内部斗争啊，或者说某人突然挂掉啊，对不对？这些事情会发生，是那就是要等而已啊。而我们并没有必要去急，因为其实我们是防守方，急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而且但大家担心应该是，比如台积电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向，如果没有那么的撑起台湾的 GDP 的话，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有被保护的价值吗？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如果说是以 GDP 来说的话，倒还好，因为其实 GDP 就是看你怎么算嘛。那觉得重点是，很多人是认为说这个先进制程啊，或者说这些工厂啊，它必须要在台湾，这样子才形成一个矽盾。好，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有点太片面。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对策，我们先不论大家支不支持但美国很显然的是要把战略中心转回印太这边，好，然后让欧洲自己去应对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然后确保万一台海出事的时候，美国不会被多线作战给牵制。因为老实说，如果台海出事，欧洲对于这边的事情大概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就得把战场先分开。好，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欧洲要自己 hold 住，要扛更大一块。好，那刚才我们就聊到说，台积电这个矽盾到底会不会崩解？其实矽盾理论它的成立是认为说因为台积电掌握了90%以上的先进制程，好，那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台积电落入中国手中的。那所以这也是为何美国包括我们讲的欧盟啊、日本啊，他们都要求台积电在境内设厂，尽量要让这个有可能脖子不要被卡住，让最糟的情况不要发生。那但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它是矽盾，但它也是矽靶，就它是盾，它也是靶。我们都不是会打那个盾吗？对，盾在前面，然后你就一直打它嘛，那就是一个靶。那因为台积电的战略价值越高，那中国就越有理由去对台湾动武。所以它是盾没错，盾是代表说好像美国必须要防守台湾，是或者说世界各国必须要支持台湾。但是反方向来说，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觉得，因为它价值越高，它越高。那假设我影响了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制造，甚至把它夺下来了，那全球的经济会崩坏。那我同时中国在做什么？中国制造2025啊，中国制造2035啊，他把自己的这个内循环，还有可能接下来把晶片制造的能力给赶上，他就可以不用担心，对不对？好，因为他自己有办法生产晶片，所以其实反而是他的对手，因为台湾被侵略了，或者说被包围了，所以反而没有办法得到晶片。所以其实国卫你的意思应该是说，现在这比较像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这样子被打下来，就算真的最坏的状况下来，应该说成本就会变很高，因为如果我要一次把所有的鸡蛋全部打坏的话，就要花很多的力。所以就是说，对中国来说，它就变成说，即使它侵略台湾或者说封锁台湾，它也没有办法影响世界各国其他民主阵营的晶片的生产跟制造跟流通。那这样子对他来说，攻打台湾反而更没有意义。所以他这个盾跟靶的角色其实是需要很平衡的。如果说继续维持一个很高很高的比例，这个晶片先进制程制造在台湾，
那老实说，对中国来说，这个诱惑就很大，然后他就会尽量的来提高，透过他自己要努力嘛，搞出自己的晶片的生产生态，是，然后同时他就会找机会去，比如说影响台湾，甚至只要找个机会去动荡台湾，这样全球的晶片就会有问题了。对，那他的对手就会受到打击。是，所以其实让台积电走向全球，包括美日欧来设厂，其实是降低中国对台湾打击的诱因。如果太高的话，那个诱因就太高。所以说但又不能完全降低。完全降到一个没有意义的话，其实那个细盾，那个靶又变成是一个就是说，它又变得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应该说，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其实它就会直接踏上来碾平我们了，对吧？你仔细想想，就没有什么意义是跟我们在那边打什么攻防战啊，就有点像是对，就是说。那时候的选择又不太一样，对，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又不一样，是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想细盾，就好像那个盾要越厚越好，是先进制程，台湾90%不要满意，就最好是100%或者120%最好，可是那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越高，其实就怀璧其罪，是好，那所以当台积电走向全球。降低了中国攻打台湾的诱因，那中国的晶片自主计划反而会变得更昂贵，难度更高，因为它被排除在全球之外，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对，然后让美国的供应链不会被中国掐住脖子。好，那当美国不会被掐住的时候，那你中国攻打台湾的那个价值就变小。所以这不只是经济上的考量，也是。战略上的，对，就是台湾跟美国共同设计出来一种战略去风险化。表面上我们会看到，有人会很单纯的去想这样台积电不在台湾啦，那这样子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啊。好，但你要去想，就是台积电全部都只在台湾，那中国就更想打台湾。然后美国就更没有这个怎么讲回旋的空间。好，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台湾的战略层次考量。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自身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能源因为是 AI 产业对能源的需求性是爆炸性的。那我们假设未来还是如此高比例的先进制程，台积电继续设厂，我们设到花莲去好了，设到各地，反正就什么地方都来设厂好了。整个台湾的平地都被盖成台积电的厂这样子就是说，对啊，那你看然后。要能够符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科技巨头们他们的需求的话，这些客户们的需求的话，老实说啦，就是说你那大概得要未来4年之内核融合成功实现，然后商转，然后而且建厂完毕才有可能。是好，那但是就是不可能。对，所以说它一定得要因为能源的供给的问题，所以它一定得要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其他地方是来取得那个能源，还有包括那个土地。好，所以当然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在美国设厂那个张忠谋或者说台积电他们官方自己说，哇，这个成本上升了50%好，这毛利下降了，好，但是毛利下降这个事情，其实 AI 还有熟练度，还有复制这个工作流程这件事情，会降低这个。会降低这个成本，提高这个毛利。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工作就知道说，我们一开始开模一个事情是比较贵的，但渐渐下来我们就会熟练。你台积电盖第一个厂会很贵，好，然后毛利会拉高。对，第二个厂，你毛利就开始越来越高，你成本会开始下降，因为其实大家。掉入了坑，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建厂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啊，然后什么原料可能会找不到什么这些问题就会渐渐的去解决。那包括同时间 AI 跟智慧工厂的进步也是很快，因为而且像台积电这种公司也都是可能最早开始用这些我们不知道而已的黑科技的公司，所以说其实他们的成本下降是可以被控制的。所以可以被控制的事情就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不可以被控制的那些事情对，必须要去准备。对，那像是亚利桑那这种是高度的太阳能发电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对台积电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那所以今天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台积电这1000亿美元对美国的加码投资，到底是被逼的，还是一个聪明一着？
那听起来感觉是台面下已经谈好了，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那也是分散风险，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印太的状况这样子。对，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当然可以持续观察了我自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很正确的一个做法，不管对台湾、对美国、对台积电，还有对他的客户来说都是。那这样的投资我觉得也是适度的，甚至我觉得有点保守。对，因为刚刚1兆嘛，1兆5000亿嘛，对不对？然后全部都是要买晶片，要买资料中心，要买伺服器啊，对不对？还没有把 NVIDIA 算进去哦，我靠！好，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1000亿直接解决美国的政策压力。好，那而且 Intel 大概也就不用翻身了。对对，那就是说美国就不需要去继续扶持 Intel 这烂坑就继续烂下去，是啊，就直接那台积电你就来设厂，那我们就直接把美国晶片的需求就交给你台积电。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布局，让中国的晶片自主计划也更加困难，因为其他各国的成长就不会减缓，因为本来美国想要逼台积电去美国的所有其他做法，都会是减缓晶片进步的方式，比如说让台积电去承接 Intel 的业务，这个会减缓晶片的进步。对，是让增加台积电的关税，好，这个会减缓晶片的进步。好，或者说你去用反垄断法调查台积电，这也会减缓晶片的进度。你所有阻碍台积电进步的事情，都会帮助中国去加速它的资历。所以中国就是觉得，那我还有机会，我还可以追。前方的速度慢下来了，我开始看到它的车尾灯了，那我现在赶快追。赶快追，没有，现在没有了。我没有让你追，我继续加速，继续加速。那这个，然后通过这个方式，中国的，那中国当然也得加速嘛。可是大家一起加速，那看谁撑得住嘛。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要让时间当自己朋友的一个战略。好，那当然过程中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自己观察，这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做法。我自己的话就是当初看到这个新闻是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美国又说要投了，然后我们要去摸头了是吗？又要被摸头了。反正听你讲完之后会觉得说，感觉是台面下有一些有趣的政治的议题在下面一起活动，才会比较看得懂这个投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啊。好，那我想现在的 AI 产业发展已经是牵动国运的一件事情那AI 连带着半导体，连带着所有的这一大串事情，其实它都跟政治分不开了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那未来台积电它的动向，我觉得它某方面有点像是台湾的一个代表性角色嘛那我想大家当然对它有很高的期待，甚至过高的期待都有可能。但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比较全观的视角持续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说一直很片面去想说台积电就一定要在台湾设厂如果去任何地方其他设厂都是被搬走变成日积电变成欧积电变成美积电那我觉得反而那很好笑，就是说难道台湾不值得有一家国际跨国的吗？对啊。好，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笑。然后大家担心说那这个技术外流，其实现在的麻烦反而是你技术流不过去，因为美国那边他们因为当然我们知道流要由高往下流，对，由高往下流，所以到中国很容易流。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比如说很多人，然后就是成本相对便宜，所以可以从台湾这成本相对高的地方往这边下面流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流回美国很难它是逆流而上对，美国流，所以其实现在是要努力往回流也不是说想要流就有办法流，而且其实双方的这个是互相交换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产业上下游，你的客户就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不管是任何公司的机密的保护、就是各种专业知识，或者说这些技术的外流，这当然都还是要持续在乎的。但是我觉得这反而不是现在就是说最高位阶的事情，就是技术外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相对低位阶的事情，这个当然要注意，但是它不是那么高位阶的。其实我们刚才都忘记谈一个角色，你是说那个台积电的最大对手三星吗？没错，就是三星。那三星，你看我们刚才一直讲 Intel， 然后讲到台积电这些客户，然后讲到台湾的这个政治选择、政治局势，其实
我觉得三星现在一定很焦虑。三星，甚至可能韩国政府也蛮焦虑。韩国政府现在总统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是尹锡悦被抓了啊，总统好像还没换吧，还没换。但是说现在有代理嘛，对代理的代理这样。OK， 我觉得三星现在有点焦虑，因为他现在想，我要跟吗？还是我不跟？但有一个问题是，三星干嘛跟这个？三星它有美国的单可以接吗？有啊，三星当然也要接美国单啊，他都想，这台积电所有客户他都可以抢啊。只是他还没抢到而已啊！啊，对，他都想抢，只是还没有抢到。而且其实可能他也一直有消息传出来，就是他的一些制程包括刚才讲的这几个美国的客户都有打算要投单试产看看嘛。那但是问题来了，好，现在台积电加码再加1000亿，那三星能不能跟呢？三星不跟的话，问题是什么？三星不跟的话，问题是那这些客户。就会全部到台积电了，他也不会，就是说你三星根本就不用分了嘛。对对，如果说美国政府现在连 Intel 也不想救了，那他怎么会想要去救你三星呢？对不对？那台积电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投资，那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客户再绑得更紧密。是，好，但他不跟的话，问题是这个，他跟怎么办？我倒觉得前面讲的反垄断法可以拿来用啊，你这台积电就垄断了。没有，现在显然就是1000亿下去，那个美国政府没有打算要。I don't fucking care 这个东西，我不担心这个 monopoly 的事情啊，对不对？不管了嘛，对不对？好，那不跟是一个问题，不跟你的客户全部又一直在台积电的掌握当中，现在也已经是了。是，好，那你跟的话呢？你跟的话，你拿出1000亿嘛？这个是一个没有，这就是那个赌博，你知道那个牌桌上，我知道。我们看那个赌神，比较像你说，比较像德州扑克啦，就有公牌在上面，然后大家在那边看，然后在那边连把 race。我现在这样，对，你要不要跟嘛？对，这个台面上，对，台面上已经叠满了，哇，实在是好。他如果不玩，真的好像这个局就没有他的戏了。所以我是蛮期待看到三星接下来怎么出牌啦。我们持续观察。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大致上的聊了一下台积电在美国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保守的啦。是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1000亿是不是把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啦？我觉得如果有听我们刚才的讨论的话，应该知道说我个人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啦，应该也不会是这个发展啦。对，那我想这是一个企业竞争力，而且政治风险管理以及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平衡，然后做出的一个适度的投资。那也可以避免美国的政策压力，然后确保 Intel 难以翻身，然后让三星很焦虑，很焦虑。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这样的一个布局也会让中国的晶片自主计划更加困难。因为原本中国会觉得说，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说台积电假设因为美国的包括关税、反垄断调查，或者说要他接 Intel 的烂摊子，都会阻止他技术发展。整个晶片技术发展，民主阵营这边技术发展的速度，那中国这边就会有诱因去投入更多的这个晶片自主计划。那因为他觉得他可以看到车尾灯嘛。对。可是现在这个做法是继续加速，就台积电继续加速，让中国更难去追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就中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才有办法追，而且还不一定追得上。你敢投吗？一样啊，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就跟三星一样，跟三星一样了。你要不要投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是会投啦，只是说就会更困难，就是要让你更痛苦，就是要让你更痛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就聊到这边。我想 AI 产业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牵动国家命运的时代啊，不管是最新先进的模型、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或是这整个相关的产业啊，我们也继续呢会关注包括台积电以及各式各样AI 相关产业的一些消息。那如果说大家听完这一集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一集思想实验室我们再见喽，拜拜。拜拜。